这是我在离开罗马前往下一座城市前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我没有安排得太满。下午要去博尔盖塞美术馆，而清晨到中午就留给自己在城里随便走走。这个地是真挺难走的，穿着运动鞋都不好。路过了一个教堂，进去看一眼。圣父方济加圣殿原名新圣母堂，建于9世纪。16世纪时，因为圣父方济加安葬于此，才改为现在的名字。她不是修女出身，不是在修道院与世界断绝联系的圣人。她的一生几乎全在瘟疫、战争、家庭悲剧中度过。她是那种即使在最混乱、最破碎、最痛苦的生活中，也依然温柔地爱着世界。她的一生没有戏剧性奇迹，但它本身就是在凡俗中持续发光的奇迹。圣人方济加的墓就在祭坛的下面。其实今天主要就是想过来看看这个斗兽场的，就是从外面看一下，毕竟来罗马了。然后就随便路过了路边一个香桃，就是一个 Basilica， 祭坛的下面圣方济加的墓。And my love is yours, but your love's not mine. So I'll go, but we know I'll see you down the line.又路过了一个 Basilica， 圣葛斯穆和达米昂圣殿。这边是古罗马广场。古罗马广场从公元前8世纪时就是古罗马的心脏，过去的议会、神庙、凯旋门都聚集在这里。帝国的政治、宗教与日常生活都在这片谷地里上演。如今，这里已成为一片庞大的遗址，遍布着建筑废墟和不时进行的考古发掘，每年吸引了几百万的游客。辉煌、喧嚣、兴盛、衰落，一切都留在了这片寂静的废墟之中。To the coastline. Past all the signs of a slow decline. You live like your love wasn't meant for mine.Now you've gone to a different life, to a lonely side. 到了博尔盖塞公园，那个美术馆就在这里面。博尔盖塞公园是罗马最美的城市绿洲。17世纪由西皮奥内·博尔盖塞枢机打造，他是教宗保禄五世的侄子，也是一位著名的艺术收藏家。这里原本是贵族的私人庄园，现在成了人人都能漫步的森林花园。整个公园汇集了湖泊、花园、林荫大道、古典式建筑、小型博物馆，是罗马人的城市绿肺和散步天堂。而藏在公园深处的博尔盖塞美术馆，
位于公园正中的博尔盖塞别墅里。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私人艺术收藏馆之一，也是贝尼尼雕塑的巅峰陈列地。这里还收藏有卡拉瓦乔、拉斐尔、提香等大师作品。因为收藏太珍贵，又要保证观赏体验，美术馆采用了严格的预约制，每2个小时只开放180人，需要提前1-2个月预定。进来了，哎呦，我那个票记错时间了，我还以为是3点，结果发现是3点结束。然后我现在已经2点半了，然后门口那个人说我可以不用半个小时出来，还是有2个小时。好。西皮奥内·博尔盖塞枢机是贝尼尼的早期赞助人，他的赏识开启了这位少年艺术家的辉煌之路。后人称当时的罗马是贝尼尼的罗马，而这里收藏的作品占其世俗雕塑创作的很大一部分，被认为是巴洛克雕塑的奠基之作。看那个肌肉线条，还有血管。这件作品《阿波罗与达芙妮》，阿波罗伸手即将抓住她的那一刻，达芙妮的身体却开始变成月桂树，脚底长出树根，指尖化为叶片，肌肤像在风里消散。你能看到阿波罗脸上突然醒悟的迷茫，达芙妮既惊恐又惊讶地看着自己突然转变的开始。这个被认为完全不适用于大理石雕刻的转瞬即逝的瞬间，被定格在贝尼尼那精妙绝伦的大理石雕塑中，永世长存。就是下一个房间，好像都是一些半身的肖像。哦，这个房间是皇帝，就是历代皇帝的雕像。这也是另一座贝尼尼的雕像。这是贝尼尼22岁时完成的普洛塞庇纳的鲁铎，也称冥王鲁杰。冥王普鲁托抢鲁少女的瞬间，被永远凝固在这块大理石上。他的手指深深陷进他柔软的大腿肌肤，指节深陷，皮肤仿佛真的在凹陷，在颤抖。这大概是雕塑史上最令人屏息的细节。坚硬的大理石在他手中竟如泥一般柔软可塑，被捏成会呼吸的温热而颤动的血肉。普洛塞庇纳在哭喊、挣扎、推拒，全身没有一处不在反抗，甚至腮边那滴泪都像是刚刚滚落，还未干涸。站在他面前，我几乎能听见他的呼吸，他的喘息，能感受到大理石表面下那种生命力。贝尼尼不只是雕出了形体，他是把瞬间从时间里偷了出来，安放在这座永无终结的戏剧里。这个房间好像都是卡拉瓦乔的画儿。抱水果篮的男孩儿，喜者若翰，哇，好年轻啊！
现在是到3层了，刚刚2层都是雕塑，这层是画萨托、圣母、圣婴，还有若翰上面。是拉斐尔，一个男人的肖像。上面是正在降服的耶稣。这个是一个洗者若翰的雕像。旁边是基督骨像 （Crucifix）。这是一个移动祭台，上面刻画的是玛利亚跟耶稣的生活。是贝尼尼雕的教宗保禄五世。这3幅是贝尼尼的自画像，一个从他的小时候到成年人，还有一个是青年人。这是一幅《最后的晚餐》。2个小时真的太短了，根本不够看的，就只是匆匆的、粗粗的大概看了一下。来的是那个公园，出来了，说这怎么有2个警察骑马呀？哇，酷！刚才那2个马在这儿喝水来着，好帅啊！这是刚才那个从楼上看见的小花园。我怎么远远的看见那边有一群人在打太极拳呀？天气真好，每天都是大太阳，蓝天白云。哇，这一片好平整的草地，是不是球场啊？好漂亮啊，这个花儿。黄昏的博尔盖塞公园，湖水倒映着渐变的天空。湖心那座古罗马神庙静立如画，几叶游船缓缓划过，像在光影中穿行。海鸥低飞，岸边的尤克里里琴声轻轻飘来，与风声、水波融在一起。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，这样的场景美得不真实，让人几乎落泪，像电影又比电影安静。好像在那一刻，时间仁慈地停了下来，容我把这一幕
认认真真的、完完整整的存进往后所有必须匆忙的日子里去。从那个公园出来，旁边有一个人民圣母，进去看一下。这边是人民广场，有一个方尖碑。这座教堂建于14世纪，教堂内收藏着众多著名艺术家的作品。除了主祭台，两侧分布了10几个小堂。这个侧堂的祭台画是卡拉奇的《圣母升天》，两侧是卡拉瓦乔的2幅名作《圣保禄的皈依》和《圣伯多禄的受难》。左侧小堂是拉斐尔设计的唯一一座几乎完整保留原貌的宗教建筑，而雕刻和装饰是后期由贝尼尼完成的。在罗马的最后一天，以一座意料之外的教堂作结，好像再合适不过。这座城市的馈赠永远比你计划的要多一点儿。明天一早，我将出发前往一个名叫兰恰诺的奇迹小镇，开始下一段旅程。而罗马，这座永恒之城，它会在这里等我最后回来与它告别。所以这更像是一个逗号。我们下一站兰恰诺见。